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经济萧条已经来临，全球的资产都在缩水，全球的股市正在下跌，石油能源的价格大涨，导致这个全球的供应短缺，导致通货膨胀久久降不下来。现在你把自己的这个货币呢换一换美元来看一看，一看你就吓死自己，因为1美元兑换 4.73 马币。Elon Musk 曾经就在推特上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经济萧条将会持续3年之久。可能你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还没有感觉到，但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经济萧条的时刻。因此在这个影片我将会和你分享10个带你度过经济萧条的投资，让你在面临突如其来的这个经济危机的时候，可以最大化的保护和增值自己的资产。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开始吧。但在投资前，我们需要先开户码，所以这边呢，先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一集的干爹赞助商 MyTrade。本影片由 MyTrade 赞助播出。MyTrade 是一家全球多元资产的投资平台，为全球投资者提供外汇、加密货币、股票、股指、大宗商品等热门资产的交易服务，支持5大交易品类、400多种交易标的，是全球超过110万用户的选择。MyTrade 集团旗下拥有多家分公司，分别持有不同权威机构牌照，植入金支持各大主流渠道，操作便捷高效，手机和网页开户都可以直接点击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完成，轻松点击立即开始交易。我自己本身有用过许多的券商，目前 MyTrade 来说，出入金是最便捷也是最少费用的，用银行转账或是卡就可以做到了，马上开启你的投资之旅，所以真的非常的推荐。第一个，日常消费品。无论经济状况是进步又或者是衰退，总会有一些产品是我们人们会持续购买的，用来维持这个衣食住行相关的产品，那就是我们日常的消费品。那我们聊到日常消费品，有哪些品牌你会马上联想得到的呢？ Nestle 雀巢、 Coca-Cola 可口可乐、百事可乐、Walmart、 Tesco、 欧莱雅、 P&G 等等，这些品牌呢，多数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可以多注意哪些产品是你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会持续购买的。例如你家里的厕所里面一定需要用到的厕纸，多观察身边的物品，你就发现这些物品公司正在偷偷的赚取你的金钱，甚至每个人的金钱。你可以根据自己总结出来的东西，尝试找出生产这些产品的公司，做一些功课之后，就可以加入你的投资组合里面了。以下是一组 S&P 500和消费品 ETF 投资的回报率的对比数据。那么经过了2008年的这个金融海啸危机之后，消费品的 ETF 的回报率竟然比起 S&P 500高出了 50%。 第二，长青行业。长青行业可以理解成那些永远都会存在的行业，无论是10年、20年还是50年之后都一直被需要的。那么这就不得不提到简账业了。我相信即使未来发展如何迅速，科技如何多么的进步先进，我们每个人当我们去世的时候呢，都是需要这个简账行业的。这无疑就是一个长青的行业。还有就是医疗，因为我们人总是会有疾病的困扰，疾病加深会导致我们无法工作，这将导致没有收入。因此为了持续性的有收入，人们会愿意支付医疗的费用，这也就意味着医疗行业将会是永远长青，因为有一定的需求存在。第三，便宜的快餐食品。快餐食品常年都受到大家的喜爱，一份便宜的组合包括了一个主食、一个配料和一个饮料，足以让小孩子甚至是大人饱腹一餐。在经济不错的时候，人们手头宽裕的情况下，会选择到一些比较精致的餐馆去用餐。而当到了这个经济危机的时刻，人们手头上的这财富缩紧的情况下，就会选择快餐食品。因此快餐食品在经济萧条当中还是很受欢迎的。根据全球的调查和研究显示，全球快餐的这个行业预计以 4% 的年复增长率在成长着，预计在2030年的时候将会达到9000多亿的这个市场价值。著名的快食连锁店代表就有这个 McDonald's 麦当劳、Burger King、Subway、KFC 还有这个 Domino's 等等的。大部分著名的这个快餐连锁店拥有雄厚的资本和成本优势，并不会受到经济萧条的影响，所以你可以放心的把投资的一部分加入到快餐产业当中，帮助你轻松度过经济危机。以下是20个最赚钱的快餐连锁行业列表，让你可以参考看看。第四，自动化工业。自动化工业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用机器代替人类工作。经济萧条的大环境之下，无疑就能够最大化的催化这个自动化行业的发展。因为自动化的行业有很多的好处，首先可以节省开销，一次性开销购买机器远比长年累月的支付员工薪水来得更加的便宜。拥有员工也需要有许多额外的支出，
例如保险、公积金、社保等等，还每年需要涨他的薪水。再来就是自动化工业能够让整个生产线更加的稳定，减少手动的失误，降低成本。科技的进步促使了许多新兴行业的崛起，软件、人工智能将能够统治世界，而这个机器呢，则会解决体力上的问题。那么目前的通货膨胀是无可避免的，导致人们会不断的去寻求更高薪资的工作，这无疑将是未来企业的负担。这时候拥有自动化的系统将可以给公司省下更多的开销，降低这个劳力的成本，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高的利润。因此投资自动化的产业也是一个未来的趋势。第五，科技公司。这几年来许多科技的公司逐渐的壮大，甚至无人不晓的知名企业。以下是截至2022年3月份全球10大这个科技公司的市值。试想想未来的10年 Apple、谷歌是否还会存在呢？很大可能还是会继续存在。当你每天都在使用这些公司的产品，同时也有很多人在使用的时候，科技带来的便利是许多人无法抵抗的。而在每一个经济衰退的大环境里面，总会促使许多新型的小型公司诞生并且崛起。这就不得不提到 Zoom 的公司了。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在新冠疫情的情况下，许多公司都不得实行这个居家办公，这导致了线上会议的必要性。Zoom 软件是属于这方面的佼佼者，这就促使 Zoom 公司迅速的发展，成为了线上会议的这个公司的领头羊。这可以让我们发现到科技股的无限潜能。当我们面临问题的时候，请相信问题的背后就是无限的财富。第六，自我投资。世界上有3样东西是别人抢不走的，一是吃进胃里面的东西，二是心中的梦想，以及第三，读进大脑里面的书。没有人能够偷走你已经学会的知识。因此不断的自我增进，不断的自我学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自我投资。而自我投资呢，可分为2个种类。第一种，学习新知识。学习新知识能够带你进入新的领域，从新的领域当中获取更多的机会。例如你目前是厨师的话，你拥有大部分的知识都是属于这个料理的行业的。那当你去学习营销知识，你就能够把自己原本的这个料理知识加上新的营销知识，给你的料理带来更多的顾客。第二种，深入研究你已经了解的知识，更深入的研究，加强对于你目前知识的认知，从而变成一个专家，成为领域中的佼佼者。比如说，目前你是一个西餐师傅，那你可以更加深入的去研究西餐，从餐厅的摆设到这个餐后的甜点，你就拥有了这个行业的专业知识，使得更多的企业和老板更愿意聘请你成为主厨，因为你拥有该领域的丰富知识。所以说，当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提升自己的知识。如果你现在是上班族的话，那么你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又或者是自己目前的行业去进修，把它打造成属于你自己的生意。或许你也能够升职成为一个小老板呢。第七，杂货店或是大型连锁超市。大型连锁超市非常受人欢迎，尤其是在这个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大型连锁超市的价格优势，甚至某些产品能够以这个批发的价格就可以得到了。这无疑就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人们的福音。沃尔玛、Costco 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大型这个连锁超市，而亚马逊呢，则是线上的超市代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人们也会减少出外到用餐的情况下，毕竟购买食材自己烹饪也是一个有效减少开销的方式嘛。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在外用餐再加上一个饮料的话，大约需要2到50马币，但在家里准备一个午餐，一份简单的意大利面可能只需要5到10元马币左右而已。而如果在家用餐的话，就免不了购买食材了。许多人都会习惯到这个超市购买食材，价格低廉以及方便的情况下，促使大型超市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也能够获利。第八，黄金或者是贵金属。黄金能够带来主要3种功效。首先，许多人会认为黄金可以做到价值的储备，简单来说就是抵御通货膨胀，不管是哪一种货币都会出现贬值的现象。根据最新的数据，截至2002年8月份，全球的通货膨胀率大约维持在7%多左右，这就意味着10年之后，我们手中的货币的这个实际价格只剩下一半了。相反的，黄金至少不会贬值，能够有效的抵御通货膨胀。很多人认为将黄金加入投资组合可以有效的降低投资的风险。最后，有一些人甚至还会认为黄金是一个最好的这个避险资产。当发生危机的时候例如战争、金融海啸、全球性的疾病，黄金的价格都不会和其他资产一样下跌，反而还会上升呢。以下就是黄金价格的图表，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在2002年 COVID 爆发之后，黄金的价格一路就上涨，完美的呈现避险资产的价值。第9，电讯。由于现在处在于科技发达的时代，网络在其中是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它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便利，同时也被称之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伙伴。有个笑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现在不被允许出门的话，那没有关系，你只需要给我准备好这个网络就可以了。但如果你取消我的网络，我绝对会跟你拼命的。WiFi 就是现代人需求金字塔里面的最底层。那么根据统计数据，通讯行业的每年增长率呢，基本上都是维持在10%左右的。在经历了新冠疫情病毒入侵之后，许多国家采取了隔离政策，同时加速了居家办公的普遍性。当经济开始下滑的时候，许多公司会开始面临这个财务的问题，而让员工居家办公就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减低这个开销，例如租金、水电费等等。员工也能够节省上班路途中的时间，简直就是一个双赢的选择。从各个领域的居家办公数据显示，疫情前和疫情后的居家办公成长率非常的迅速，各个领域都在试图的加货，增加居家办公的这个岗位。由居家办公趋势的带领之下，通讯行业得到了急速的发展，在未来也是一个会一直持续会进步的不可或缺的行业。第10，公共设备。无论全球经济如何，你依然需要开灯，因此在你的投资组合里面加入公共设备投资绝对是一个聪明的选择。根据2022年10月的报告指出，一些能源公司在12个月内的这个回酬率高达50%以上，那么这无疑就是一个不错的投资回报。在过去10年，能源 ETF 也属于平稳上涨的趋势，这就明显表示出了能源趋势是一个稳健成长并且无可取代的领域之一。你可以尝试找出能源的供应公司、能源的经销商、能源的服务公司等等，你就会发现他们都会给你不错的回报率。那么经济衰退是一个经济周期里面的一部分，有经济飞涨的时候，就会有经济衰退的时候，无可避免。我们能够做的只有提前做好准备，以免被突如其来的这个经济危机而遍体鳞伤。讲到这边，我会给大家附上一个 bonus 来奖励把影片看到最后的你。你可以点击下方的链接来领取我用心制作的15个高价值长青的投资标的的免费 PDF， 让你学会钱滚钱，快速的掌握股市的投资思路以及价值投资的标准。那么在之后呢，我也会推送一些有关于投资获利的干货教学给你的。那如果你到时候觉得我很烦，随时呢都可以取消订阅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领取。我讲到最后，我也想要特别和大家分享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其实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啊，吸烟、赌博、娱乐行业也会达到一个高峰的。因为在面临经济难题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感到非常的压力，心力交瘁。白天努力的工作，担心被炒鱿鱼，放工回到家后却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账单烦恼，因此很多人都会开始喝酒、抽烟，用便宜的价格来换取一整夜的数据，想要用这种方式忘却烦恼，这就会让烟酒公司获利了。除了这个烟酒，投机商品也是会受到追捧，例如彩票，许多人的金钱不足以购买其他的产品，所以呢就会转而希望一夜暴富，这种心理也使得投机类的产品销量有所提升。那么最后的最后，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写下你的看法，你认为这一次的经济危机会持续多久呢？又有哪些投资是你目前准备好要布局，把握这一次100年一次的机遇呢？把你的答案留言告诉我吧。好了，那么今天的影片就讲到这里了。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把握这100年一次的危机，为危机做好准备，增值自己的资产。也别忘了领取我的15个高价值长青投资标的的免费 PDF， 让你快速的掌握股市的投资思路以及价值投资的标准，学会给你的钱一份工作。最后记得帮我点赞、分享、启发更多的朋友哦。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了，谢谢大家，拜拜。